哦，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听到吗？如果听到，可不可以在留言区给我，然后知道你们可以听到我的声音。Hello，哦，可以听到，我想确认一下。Hello，大家好，然后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参加我们的这个Novel Student 的这个直播。然后我是现在 Bright World， 也就格拉斯哥这个 Novel Student 公寓的中国工作人员。然后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寓。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开始哦，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寓呢，其实是马上在9月11号，然后要开始一批新的入住。然后我们的大楼呢，现在已经差不多完全建好了，但是还在有一些内部装修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今天会通过第一个建筑，还有周边，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具体的我们的这个房间的设施，以及这个公寓内部的设施，这几个点给大家介绍。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公寓楼，就是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然后它一共是有20层，1到19层呢是住户。然后这现在是即将成为格拉斯哥最高端的学生公寓，也是最高层的学生公寓。然后它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正的格拉斯哥市中心，然后也就是到斯特拉克莱大学的话，只需要走路3到5分钟就可以到不同的学院。然后呢，到格拉斯哥大学只需要乘坐地铁，然后到不同的学院有可能需要6分钟的地铁，或者说是8分钟的地铁。这样的，然后到地铁站呢，只需要3分钟，就是非常方便。而且到3分钟这个地铁站的范围内，就是有各大商场啊、超市啊，就是最繁华的地段在格拉斯哥，所以说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地理位置。有任何的问题你们都可以发弹幕哦，然后可以及时回复你们。然后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共区域的，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通过这个，我们的公共区域呢，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 reception 的地方。然后一进门之后，我们有就是我们的设计师把整个空间打造的就非常温馨的感觉。然后进来，这是一个 reception， 是在我们的 ground floor。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免费早餐，还有这个免费24小时全天免费咖啡的一个地方，所以也是一个非常高端的服务和提供给所有的朋友。对，而且它的颜色搭配啊都非常的漂亮，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些呢，就是不同的公共区域，然后学习区域啊，和朋友这种休闲区域，就非常适合和小伙伴一起。非常的舒适感。然后从这里开始呢，就是以不同的这个 common room 在我们的建筑里，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是学习区域的一个房间，可以有小组会议啊。如果带门的这种房间呢，我们到时候会有我们 Novel 的 app， 直接在我们的 Novel app 里面直接预定你需要的时间段就 OK 了。然后所有我今天向大家介绍的一切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费用里面的，所以不用担心。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这种隔断式的学习空间，还有这种也是小组式的，都可以选择你们所需要的，就非常方便。然后这个呢是我们 Novel Student Bright World 的 KTV， 这是 KTV 和然后这个是针对女生的一个休闲化妆，然后美甲室。非常的粉嫩的设计。然后我们有很多学生会问，那这个美甲啊等等的一些服务是需要付费的吗？这个是针对于如果我们的一些服务是在我们公寓做活动啦，我们是会免费提供，但有时候也可以学生自己去提前预定啊，可能会收取一些费用，这个是因人而异。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电影院和这个电竞室。对，我们会有一般从1楼到19层不同楼层都有这种 common room， 所以每一层呢都会有不同的，比如说这个电竞室可能在15楼或者在13楼这样的，具体我也可以一会儿稍后跟大家说一下每一层有什么。然后这个是针对性的瑜伽室，对，就是和其他公寓对比来说呢，这个瑜伽室是非常是独立的，而不是和一些这个健身房混在一起的，所以会非常的舒适。然后比如说比较喜欢瑜伽的女生啊，就可以提前预定。然后这个就是非常豪华的，比一般公寓要大上1到2倍的这个健身房。然后所有的设施呢都是比较高端，可以带自动检测功能的这种设施，到时候就是公寓也是下了血本哦，非常的一切设备都是非常高端的。这都是健身房。然后这个就是我个人会非常喜欢的，是我们在20层一个整层的这种公共空间。然后这个公共空间呢，然后比如说这个区域是茶室，我觉得也是非常融入了中国的文化啊，亚洲的茶文化。然后这个就是不同的整个20层不同的区域，就可以看一下感受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大平层。然后这个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我们的20层第一风景比较好，直接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色。第二，可以大家一起去预定这个空间的这个公共厨房，比如说有朋友过生日啊，然后可以直接大家一起在这里聚会。然后这边就是我给翻到这边就是那种长条的餐桌，就非常好看。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小的那个酒吧台，因为我们暂时就是还在内部装修嘛，所以就是只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样板的图片，但是到时候会是一模一样的，这一点不用担心。而且有的小伙伴会考虑到说，那这个是新的公寓，会不会说有甲醛的问题？一定放心。然后英国是有明文规定，不允许有这个甲醛啊这种有害涂料在我们的就是建筑过程中，所以这点一定放心。这是乒乓球台，就是不同的区域。这个还是20层的空间啊，就不同的一个区域化。然后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是20层的一个露天阳台。然后露台的我们会设置有这种座椅啊，然后 barbecue 啊，可以有自助烧烤，这些都是我们到时候也会组织不同活动的一个场地。然后是非常诱人啊，像格拉斯哥天有非常美嘛，然后在20层的时候去观看会非常的棒。然后从我们的房间设施，从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一个公共区域。而且我们的公共区域仍然还有一些特点，就是我们一共是有1到20层，但是呢每一层的住户都不用担心去倒垃圾和这个上下楼层的问题，因为每一层都有这个倒垃圾，都可以倒垃圾，还有抽烟区域。现在开始呢是我们的一个房间的介绍，我一会儿会带大家看一下样板间。我现在会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房间呢，是分这个 studio 和 ensuite。然后呢，这个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ensuite， 小一点的 ensuite， 15平方和17平方。这个是15平方的，然后这个是19平方的。然后这个是公共厨房的，公共厨房里呢会5个人的这个 shared bedroom， 然后呢5个人去分享你们的双开门冰箱，然后呢还有这个洗衣机、烘干机，还有这个洗碗机，是5个人去分享的。一会儿马上给大家介绍的 studio 呢，是每个房间都会有带这个洗衣机、洗碗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厨房。
因为暂时厨房没有样板间嘛，所以只能给大家看一下。从这里开始就是我们的 studio 了，然后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样板间。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发到我们的屏幕上，我会随时回答你们哦。然后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房间就是我们的这个最小面积的 studio， 它是17平方，但是一个人是非常足够的，就是已经感觉是非常大的。我们进门之后呢，这里是一个我们的像衣帽橱的柜子啊，可以放一些你的大衣啊、雨伞啊、包包啊，还有鞋。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去收一些二手或者买一些新的鞋架了，已经就是公寓为你准备好了。然后第一大特色呢，就是冰箱。冰箱是这种家用尺寸的冰箱，和普通公寓对比呢，一般的公寓是只有就是一半的这个大小的，所以就非常不方便，你要放很多东西。所以我们 Bradward 的公寓，就是我们 Novo 公寓的冰箱是这种我们国内家用尺寸的，然后如果是那只 Ensuite 的话是两扇门的，所以是非常足够用的。然后这个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厨房区域。厨房区域的第一大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洗碗机了。洗碗机就是现在暂时是没有任何一个学生公寓可以提供这些的洗碗机、洗衣机这些，所以说是一定是最高端的在学生公寓里面，然后住起来也会非常舒适。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多的储存空间，放你的调料啊等等。然后第二大特点呢，是我们的这个灶台是4个灶台，但一般的公寓啊，大部分的公寓都只有2个灶台，所以如果做饭有的时候会喜欢用很多灶台的话，就会很方便。然后第3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烤箱和微波炉是一体的设计。有的对比其他的公寓，他们是只会有烤箱，那当你想去热一些东西的话，就会非常不方便。那我们现在转过来看到的这个就是还是我们的这个厨房区域。那我们的洗衣机是在这里的，有一个隐藏门的设计。然后在这里是一个家用尺寸的滚筒洗衣机，就是国内的一模一样的那个尺寸，然后洗衣烘干是一体的，是非常非常方便，而且是包含在你的费用里面的。所以说不管你一周每天想洗多少次衣服都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对比其他公寓都是很多全公寓的人用几台洗衣机这样，所以是非常方便。你如果有一个自己的，就先不说这个钱的问题，这种干净啊卫生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现在看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学习区域的一个设计，它同样还是有不同的隔断。然后我们到时候呢，每个房间都会有送3个这样的隔板，这是就是那种一家的设计，可以放你自己的小物件这样的。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也可以到时候在我们 app 上的这个商店购买，都非常的方便。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凳子。那我现在转过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床的区域了。床的区域呢，我们最小的这个 studio 的房间的床就是 double size 的，就双人床。那如果说是这个最大的24平方的，因为我们最大的是30平方，但是30平方的已经预定完了。24平方的呢，它应该是那种 king size， 稍微大一个边的那种 size 的。然后我们的床的储存空间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这个下面。还有反方向的这一半也是可以掀开放柜子的，所以是非常多的储存空间。然后下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的电视了。
电视我们比较特点的是，第一，我们公寓是每个 studio 都带电视，然后 ensuite 是在那个公共空间里有电视，然后电视呢是可以这样给大家展示一下移动的，所以说不管是你在躺在床上，或者说是在做饭的时候，它都是可以随时转移的，就是非常的方便，不同的位置。然后我们的电视的网络在英国所有就是公寓，如果公寓有电视，他们的网络是需要你自己去付费的，去买那根线。然后呢，但是我们的公寓是全部连好网的，还有包括网络也是每一个房间都是自带自己的网络，所以会比其他的公寓快很多。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柜子的区域，柜子就是正常的一个双开门的，也是非常足够一个人或者情侣。如果有的情侣衣服比较多的话，有时候可以再买一个小的布柜子呀等等，去装更多的衣服这样。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下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暖气在每一个房间都会有，并且呢，我们的特点是它可以自己调节这个暖气的冷暖，就如果你觉得冷的话，你可以把它温度调高，然后热的话可以调低，这样。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卫生间也是一个就是5星级酒店的一个标准。然后它的淋浴头，然后它的门是这种拉开式。对，整个的这个卫生间的设计，还有它的明亮度，还有它选用的这些柜子啊，都是非常高档的。这是一个卫生间的设计。然后最后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的窗户。我们的窗户，所有的窗户都是落地窗，但是呢，都会有一个上半部分都会可以是有打开的地方。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一个，因为第一是保证学生的安全，不会说整扇窗户都可以打开，有一个小的可以打开，可以作为这个通风啊，然后这种换气的来用。然后如果你觉得房间有时候有点热啦，可以打开，随时都 OK 的。所以现在基本上这是一个公寓的地理位置，还有我们的整体建筑以及我们房间设施的一个这样的介绍。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一些问题可以问我，可以发出来。然后如果也有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一箱好居的服务人员，然后他们也都会非常耐心的解答，然后或者帮助你们预定。我觉得下一点呢，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我们的价位。我们的现在一共分为，就是我们的 ensuite 的话是有2种房型，然后一个是 standard， 一个是 premium， 然后它们2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是15平方，然后一个是19平方。那它们的价格是，比如15平方的呢是这个187镑，然后呢19平方呢是192镑这样的一个价位区间。然后我们的 studio 会有分4个房型和4个大小，然后是有这个17平方、21平方、24平方，还有30平方。那我们的现在30平方已经预定完了，因为现在楼层已经快，就是很多同学都会选择高楼层啊，然后朝南啊这种选择。所以说如果你想选择高楼层或者说更好的房间朝向，就要赶紧下手，因为已经房间不太多了。我觉得具体的价位啊，在官网和在一箱好居都有这种非常详细的标注，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一下我们的
意向好居的服务人员，然后他们都会耐心的解答。所以现在我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一些问题，可以现在发到弹幕上，然后我可以回答你们。哦，好，我先来看一下房间，然后我来告诉你们那个距离的问题。我会给你们看一个，就是这个图片。我可以快速再给他看一下我们的房间，这是冰箱，是家用尺寸的冰箱。然后洗碗机，然后这个是洗衣烘干机，然后大概一个房间。如果具体的你可以看一下回放，然后具体的讲解可以让你先大概看一下，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然后这个是卫生间，谢谢。那我现在回答一下刚刚另外一个同学的问题，距离的问题。第一是我觉得就是在英国的大学和我们普通国内的大学它有很大的区别。国内的时候，像我们上本科的时候，我们是住在就是紧挨着我们的上学的就是这个学院楼，对吧？就是宿舍在校园里这样。但是呢，英国的学校都是开放式的，所以所有的这种公寓没有说离得走5分钟就 OK 的，所以都是需要一定的距离，但是取决于距离的远近。但是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把那个图找到，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距离。这个是现在这个是我们的公寓，然后呢，在公寓的附近所有的都是商区啊，就是这个超市啊，然后各大商场都是在这个范围。然后呢，从我们的公寓走到地铁站只需要3分钟，就是这个距离。3分钟之后，如果小伙伴就现在我们在看直播的小伙伴，如果你是教育学院的话，然后呢，你只需要坐3站就到了我们的教育学院。然后第4站呢，如果坐4站就到了我们的这个图书馆、商学院，还有我们的就是稍微走个3分钟、5分钟，这样就到了我们的大学的主楼，是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最长你只需要坐4站的地铁就可以到达我们的学校图书馆主楼的那个区域。那时间多久呢？格拉斯哥的地铁每一站只停留2分钟，就是2分钟一站。然后呢，4分钟就是会有一个新的这个地铁来，所以说其实你完全不用担心我能不能赶上这个地铁，或者说我这个时间够不够。也就是说，你只需要等4分钟，每4分钟就会有一趟地铁，然后呢，每一站只需要2分钟，也就是1、2、3、4，也就是8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的学校主楼这样的。所以作为在英国来说，我觉得第一，它的交通是很方便的，我们走3分钟就到了这个地铁站嘛。重点是你在3分钟
所有的商圈，因为你有的时候在葛大附近，就所谓的葛大附近，其实我们已经在这里的，就是比如学长学姐都会比较了解，有一些公寓所谓在葛大附近，但是你仍然是需要，比如说你走到商学院或者教育学院，你要走40分钟，或者说35分钟这样的距离，其实也是非常远的。就像我之前，就是我只是分享一些我的这种，我之前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是教育学院的。然后呢，我选择的公寓所谓在葛大的附近，但是呢，我还是每天其实我要坐地铁去，就本来我是想，那我就走路去吧，但后来就是根本你走路要40分钟，然后大家住在公寓的还是会说去坐地铁，或者说打车，有时候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起晚了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这个距离的问题。作为就 Novo 公寓的话，其实是非常方便的。然后你所有的，而且有的公寓所谓的在葛大附近的，但是它周边没有超市，然后也没有就是非常生活上很不便利。但是比如说你走到超市要20分钟或者10分钟这样，所以如果说作为 Novo 的话，而且我们还有，对，我忘记展示给你们了，我们还会有这个免费的自行车，就是非常的可爱，然后到时候你们也可以随时去租用它，然后去到任何的地方。而且在英国骑自行车的话，只要戴好头盔，然后如果是晚上的话穿上那种夜行服，但一般白天的话是无所谓的。然后而且自行车也可以上下火车，这样就是又是一个非常，就是作为运动也好，还是上下学也好，都是非常方便的。不知道小伙伴们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非常开心可以回答你们。可以讲任何问题，不管是有关格拉斯哥大学啊，还是尔斯大啊，还是我们公寓的设施，或者一个服务啊，然后你们一些疑惑都可以问我。对，大家可以想一想。公寓规定，我们的公寓在安全系统上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公寓嘛，也考虑到学生们的这个安全的隐患和任何。第一，所有入住 Novo 就是学生公寓的必须是学生身份，所以我们在你预定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我们都要检查你们的 Visa 学生卡，还有你们学校 offer 是必须是学生身份。第二个呢，我们所有公寓的设置都是以这种就是那个视频，比如说视频通话啊，比如说我是你的朋友，我来找你，我在大门口，我是可以点你的那个房间号，然后你看到是你的朋友了，你来让他进来，这样的一个安全系统。还有你们的门，每一个公寓就是房间门都是密码锁这样的，就是公寓，我觉得公寓也是下费苦心哦，在这种花了很多钱。真的是非常高端，可以想象是相当于一个5星级标准酒店的学生公寓，因为它从所有的免费的服务到公寓的公共设施，然后到我们的这种人为的就是出新的服务，因为公寓会不定时的做一些活动，然后以关怀就是学生的这种身心健康，所以学生公寓是做的非常周到的，在所有的这种设计上。小伙伴们可以再想想有没有任何问题我都欢迎你们来问我。如果没有问题的话，然后你们市区会不会很吵？不会的，因为我们
建筑的这种隔音效果是很好的。第二就是所有正常的它的地理位置所在，然后因为这边一般很早路上就没有人了，所以不用担心说它吵不吵的这个事情。而且包括你在这个就算其他所有的公寓的周边都是有马路的嘛，都会有车行来行往的，所以这一点是不用担心。尤其一点是我们是高层，如果你选择了就是高层的话，那就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因为而且英国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就是低调和不会太喧闹的一个城市，大家很早下班就大家都回家了，然后路上是不会有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对，而且也建议所有来英国留学的小伙伴，就晚上的话，就是还是尽量说太晚，比如说在冬至时的话，因为很早5点左右天就黑了，我觉得还是在天黑的情况下，还是不要在外面这样的久待，尤其是11、12点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回家的一个状态嘛，所以还是安全起见，还是大家最好是在跟朋友一起啊，在公寓啊这样的。然后如果比如说现在是夏令时，然后10点天还是亮的，就可以感觉做很多事情。因为每个国家都会有就是这种危险性啊，或者说吵闹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就是看你的时间安排这样。然后大家也可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咨询我们的这个一乡好居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会去回答你们，然后帮助你们预定啊等等。然后我们是有，而且我们的如果想就是我小伙伴们想更多了解 Novo， 非常感兴趣，你们也可以关注 Novo 的公众号，就直接搜索这个 Novo Student 就 OK 了。然后有公众号，我们会有定期的发布这个不同的推文，然后去帮助所有的留学生更好的在国外这样留学啊，然后身心健康，怎么去注册一些事情，或者怎么找兼职等等等等，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可以看一看你们所需要的信息。对，然后预定这些，你们如果非常感兴趣的话，可以快速找我们的这个一乡好居的工作人员帮助你们预定，因为现在的好的房间啊，还有楼层哦，要先下手为强。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介绍的还是比较就是每个，但是也怕有一些遗漏，所以你们可以提醒我，可以问一下我更多的问题。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期待下次再见了。谢谢大家的时间啦，然后任何问题去咨询我们的这个一乡好居的工作人员就 OK。然后如果非常感兴趣，去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我希望下次可以见到大家，也同时希望你们预定 Novo， 然后我们9月可以在 Novo 相见。那和大家说再见喽，拜拜。